大家，这里是面面，今天带你们来品尝一下世界顶级的干邑，一瓶要价将近3万的路易13，顺便推荐一家拉斯维加斯很好吃的平价意大利餐厅。来吃一家意大利菜，今天我们是意大利浓度过高地铁。这次来拉斯维加斯算是发现了好吃且性价比高的餐厅，一般都不在 Strip 上，然后 Strip 上的餐厅总结下来，大概率都是人又多又贵，还都不太好吃。这家餐厅和我上周发的日式烤肉店，我觉得都算是我在拉斯维加斯发现的小惊喜。今天这家如果是碳水脑袋的话，一定要来。Thank you。先喝哪个？他们家的鸡尾酒我们试了2杯，风格比较猎奇，但也不是完全 get 不到。我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它喝起来有点中药味，但是它回味里面会有这种 savory 的菜的味道，芹菜味还挺重的，而且喝喝你这个，黑香味道很重。哇，我觉得 Scotch 味道稍微淡了一点，但是我作为一个不爱喝 bitter 的人，意外觉得这杯还挺清爽好喝的。它 bitter 和 ginger 的味道非常好。这家其实最出名的就是他们家的 sourdough 欧包，几乎每桌都有大半个，所以我们点了一个前菜芝士和火腿拼盘配着吃。It's going to be umbria cone, that's going to be tilapia, ricotta salata, and pecorino tarufo, which is like a truffle cheese. And then this is going to be andouilla, so that's going to be a spicy spreadable chorizo. That's going to be fettuccine, which is going to be a foie gras and chicken pate mix. That's going to be classic salami, and that's going to be bresaola, which is the only beef part of that. And then we have coppa, and the last one. It's like a truffle salami. 这家的 sourdough 真的不输我最爱的欧包店 Ken's Bakery， 那家应该喜欢做烘焙的碳水脑袋都会知道的吧。他们家 sourdough 真的很好吃，没有 Ken's 那么好吃，但是很好吃。And you walk in and everything is meant to be. 好好吃啊，那个酱，又酸又甜，然后有很香的肉桂的香 I 气。 do love it. 咸口烟熏味比较油，稍微咸了一点，但它蛮有层次，就是一开始烟熏比较重，然后吃下去之后，辣椒的香味又会反上来，就是我觉得还挺好吃。这家就是芝士和火腿的选品，我觉得都还蛮用心的。这佛瓜比我们那天在那个 Culture 吃的好吃。这个比较多，这是可以说的吗？而且这个价格来说，真的是量大良心。它不臭哎，而且还蛮香的。很少吃到这么不臭的。看似简单的各种蘸酱，其实都藏着小心细，比如吃了几年都还没有接受的蓝纹奶酪。接受吗？要呕了吗？要约了吗？很好吃。它的蓝纹味不会那么冲，然后我发现它是加了腌制的葡萄和 walnut， 这样没有很想约，用甜度和坚果香气去中和和平衡。小菜也好好吃，好酸好酸，好好吃好好吃。很好吃的午餐肉，开心果油，这是羊奶酪。我第一次觉得羊奶酪那么好吃，那种很纯很绵很香的那种很温柔的羊奶的味道。这个里面有股夏威夷果的味道，这个我好像以前没吃过，有点像 beef jerky 的味道，很干香的那种。这个我一般，这个明显猪肉味道很臭，我吃到现在为止最喜欢是那个。这家店还有个很大的隐藏特色，其实他们家有非常多的 Amaro 意大利苦甜利口酒，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可以让调酒师根据你的喜好和基于你对 Amaro 的了解程度搭配一个 tasting flight。As indicated, I would recommend going from this direction, headed this way. Don't finish them before you move on. 感受下来真的非常有趣，草药味是很重。哇，它这个甜味跟草药味都非常的 strong， 它的质地就像糖浆一样，非常厚，就会粘在你嘴巴上。它是那种比较流动性的蜂蜜，每种的口感、味道和层次香气都大相径庭。这个清爽很多，会有一种那种清凉的薄荷的味道，没有刚刚那款那么厚重。哇，这款好好喝，它喝起来有点清凉感，像是带一点就是苦药味的那种清凉的口香糖的感觉。这款跟前面这款完全不一样，它的那个 vanilla 的 flavor 特别强，有点咖啡的苦甜味，酒精味闻起来比较重一点，喝起来有点咖啡味，然后也是比较厚重的那种糖浆的那种感觉。做太好了，真的做太好了。
来吧。搁上头了就想吃东西。哦，真的有股很重的猪肉香味。他们那个猪卷应该会自己做的，因为自己做的成本比较低。是夹心的口感，非常肉甜。然后它有一种那个番茄，有一种那种番茄炒蛋的味道。它那个整体味道是用猪油炒番茄炒蛋的感觉。就你可能吃起来觉得它没什么特别的，但它就是你能吃出它其他品质特别好。因为他们家 sourdough 做的太好了，所以我点了意面和披萨。虽然不是木头窑烤的，但是面团本身非常优秀，空气感和底部酥脆的对比做得很标志。I got them already. 看上去有点厚，但是非常的 airy。它的番茄几乎没有什么调味，就是番茄原香，没有加太多盐。来拉斯维加斯之前就看到这家酒吧有品鉴路易13的机会，就它小小一口15毫升就要价100刀美金。但我们俩是真的很好奇，这个传闻中干邑天花板一瓶要3万多人民币陈酿100年的酒，究竟喝起来是什么感觉？ We're close. And this is Louis XIII, half ounce. Okay. 小哥，你手抖吧，我不介意的。Every drop counts. Yeah. Here we go. Thanks. Enjoy. 它有很重的荔枝香味，然后有花果蜜饯味，然后还有一点点那种像那种红酒的味道。这比普通的稍微香一点。这样，这是可以说的吗？对，高度需求一点就是特别顺。意外的，我觉得它喝起来咸感比较重，就是一开始是在这个舌尖上停留会有点咸感，但是回味是甜的味道，就是甜味是贯穿始终的，但是会有一点点会在舌苔上有一点点干涩的感觉。他们家的曼哈顿真的是我这辈子喝过最难喝的了。然后它放一放之后，又会有那种就是波本的那种奶油焦糖巧克力的味道，稍微放一放，它香味会跟刚才有一些区别，就是很多那种高度数酒都会有这样的，就是有淡淡那种辛辣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奇怪的是，对我来说，它是那种蜜饯加咸鲜味，再加一点不是那么甜的果味的那种感觉。我就说真的和我之前喝过的就是 Copenhagen 完全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闻起来就像香水一样前中后调，而且随着时间越放越长，它就是香味层次一点点都变得不一样。现在闻着有点那种糖加梨子的味道，神奇。但是你要说我多喜欢它吧，就还好。这杯就其实喝起来的就是桶的味道会很重，就是对我来说咸鲜感的草木调比较重。可能放了30分钟到40分钟之后再喝它那个巧克力，就是类似于焦糖巧克力的那个味道，就是贯穿始终。喝的过程中那个香味就一直在嘴巴里面。不过我个人的拙见是认为这种酒存在的意义已经不是品尝和风味本身了。这个酒吧除了酒难喝，没有服务，和没有服务以外，也就这个风景还可以了吧。